魏无羡大学毕业快3年了，重新踏入校园却是去挨批的。金玲在学校打了人，据说是惹了高年级的老油条，对方居然拉了一小帮人来堵他。江城自小教他格斗拳击，这小子打群架也没吃亏，把对方3个人打进了医院。这会站办公室挨教导员的批评，教导员一看他的家庭背景，哟呵，这小子后台够硬，家离学校也近，把家长叫过来喝茶也很方便嘛。于是魏无羡就被自家大侄子坑来了学校。教导员是个年轻女士，年纪虽轻，训起人来一套一套的。金玲没敢说话。魏无羡小学到高中积累了多年的经验，自然知道挨老师批评时不能顶嘴，否则他能把你从白天训到黑夜。那老师看了看魏无羡的装束，奇怪道：“这位先生，您是生病了吗？”魏无羡摇摇头。那年轻老师就用奇怪的语气说道：“那戴口罩做什么？戴着口罩和别人聊天不太礼貌吧？”金玲在一旁想，我大舅可是明星，摘了口罩的闪瞎你。魏无羡绕过这个问题问，我家熊孩子犯了什么错？年轻老师不再纠结口罩，开始细数金玲在校打人的罪状，说得天花乱坠，骂得条条是理。魏无羡为了快点带孩子去吃饭，一个劲的附和老师：“是，该教育，回去我就打他屁股，好好教训教训。”那女老师一听不干了，都大学生了还打屁股，你家这教育方式够独特呀。最后女老师看在这古怪的家长挺着个肚子，也没好意思为难太久，最后扣光了金玲这个月的德育分，以示惩戒。魏无羡给金玲递了个计划通的眼色，拉着大侄子走出办公室的前一刻，听到了微博更新的声音，继而方才还一本正经训人的老师突然仰天哀嚎：“我 WiFi 为什么退圈了？什么情况？”等真正带人去吃午饭，已经是下午时分了。金玲下午反正没课，放心的带着大舅在大学旁的美食街浪。魏无羡给人买一串巨无霸的糖葫芦哄小朋友开心，顺便试探口风。金玲不用他问也全盘托出的交代了，那群人之前骚扰蓝丝追，被我警告了不听。大舅，其实是我和蓝丝追一起把那群人打得稀里哗啦的，我一个人没那么厉害。那丝追呢？老师一打电话，蓝家就派人把他揪回去教育了。你也知道的嘛，你老公家里就是搞教育的，这老师看到蓝家派人来，话都不敢说一句，蓝丝追就被人拎回去了，估计得抄几10遍的家规了。魏无羡颇有经验，50遍起步吧，哈哈。怎么想到叫我来的？你应该打电话告诉你妈妈或者你爸爸。金玲挑了上面最大的糖浆草莓，在嘴里咬得嘎嘣脆。爸爸出差不在国内，妈妈现在不是在舅舅家里吗？我打给妈妈，妈妈肯定会顺便告诉舅舅的，舅舅知道了，肯定又要打断我的腿。太危险了，还是大舅你靠谱，不然我现在还能在这悠哉悠哉的啃糖葫芦。魏无羡想了想，他这番话似乎没毛病。大舅，我知道前面有一家肉夹馍特别好吃，我带你去尝尝。魏无羡一听，馋意立马被勾了起来。天知道他已经多久没吃这种虽然脏但是又十分美味的街边摊了。好，可以加辣椒吗？我要最辣的那种。金玲驻足道：“不行哦，你现在不能吃太辣的食物，要是给你吃了不该吃的，舅舅又会打断我的腿。”几乎每个大学旁边都会依附这样一个特色十足的小吃街，虽然卫生条件一般，但胜在东西好吃。这会儿正是上课的时间，又是深秋，气温骤降到个位数，街上像金玲这样没课还顶着寒风出来浪的学生寥寥无几，许多店铺的店主也窝在店里打盹。用餐高峰期这条街有多热闹，现在就有多冷清。没人好啊，不用排队。肉夹馍开在路口转弯处，恰好是个风口处。金玲看上去调皮捣蛋，心思却极细，让魏无羡站在边上避着风，自己跑去买肉夹馍，把魏无羡好歹放点辣椒的叮嘱扔在寒风里不闻不问。魏无羡裹了裹身上的大衣，把脸埋进围巾里。金玲这小子长得和他妈妈江燕离世越来越像了，都说儿子像母亲，像江燕离好，金子轩那种性格魏无羡到现在还看不上，也不知道自己肚子里的宝宝将来会像谁。他私心觉得像蓝忘机会好一些，不过蓝湛又肯定希望宝宝像自己。想到蓝忘机，魏无羡又不免记起早上蓝湛那通莫名其妙的电话，他终究不放心。
想着如果刚才是上了飞机，清河到姑苏最多2小时，那么现在打过去应该是接得通的，只是他按钮还未按下，余光瞟了一眼金陵的位置，那小子居然不见了。魏无羡心里一咯噔，跑到路口，就看见2个粗壮的男人捂着金陵的嘴，把人往路边的面包车上拖。我靠，遇上人贩子了！哪里有时间思考那么多？魏无羡回头和肉夹馍的老板喊了声报警，随即追上去，在金陵被肌肉男拉上车的前一刻，瞄准了对方的眼睛，把手上5寸屏的手机砸了过去。要是魏无羡现在手里拿的是枪，那个不知死活的男人估计已经爆头而亡了。但是这回手上只有手机这个硬物也没关系，虽然臂力比不上狼王机，但砸对方个头破血流对昔日的黑道一霸而言也不是什么难事。更何况他这回挑的是面部最脆弱的部位打眼睛，那挟持金陵的男人眼睛当时被砸出了血，捂着眼倒的哇哇直叫。金陵好歹也是打过流氓的人了，这点时机还是抓得准的，趁另一个男人尚在懵逼当中，狠狠踢了对方一脚，撒丫子往魏无羡这边跑。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人贩子，一击不成就该知道撤，结果那辆面包车突然冲出几个带着刀棍的肌肉男，且都冲着金陵而来。魏无羡才意识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这伙人就是有预谋的来绑架金陵的。魏无羡冲金陵喊道：跑，别回头，往校门跑。这种场面魏无羡不是没见过，隔3年前他连眼睛都不惜眨一下。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他现在肚子里还揣了一个，怎么能和这伙人正面对上？但是金陵眼看就要被追上了，这样的刀枪落在孩子的小身板上，他能受得了？几乎是下意识的冲动了，魏无羡冲上前追上一个跑在最后的男人，在对方没反应过来，棍子没来得及招呼下来时用了几分巧劲卸了人胳膊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比他高出一个头的壮汉应声倒地，和之前那个被砸中眼睛的男人一道哇哇大叫，只不过这人抱的是胳膊。这伙人一看后院着火，立马有3人掉头去对付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。这群人虽然壮实，但明显只会用蛮力。魏无羡边打边嫌弃，啧，这种破身手给他当小弟都不够格。最后把人全打趴下了，手上有几根棍子，瞄准前面追金陵追得最狠的几个男人，一扔一个准，砸得对方头破血流。金陵牢牢记着大舅的话，头也不回一个劲地往校门冲。重点大学的校门口保安就有5个，更何况这事情已经闹大了，学校里安保警力出动，接到报警赶来的警察已经举起了枪。那伙人见形势不对，气急败坏地往回跑，就看见方才把他们7、8个兄弟打得头破血流的人正扶着树捂着肚子，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。旁边店铺里的人看见方才见义勇为的英雄此刻不太对劲，眼尖的甚至发现这人脚下正蓄了一滩血，滴滴答答，没有要停的意思。